嗨，大家好，我现在呢从一条小路穿进来，我理解这条路应该可以通向 Deer Lake， 但我也不能确定走着瞧吧。这边呢是一条散步非常好的环湖的道路就好像在一座森林里面蜿蜒向前。昨天呢下了一个晚上的雨所以今天这个路还是有点湿的。我不确定这条路是只能走路的还是可以骑行单车的呢？只能说走着瞧了不知者不罪。Sorry。感觉这应该是一条步道我一不小心就骑到了步道上来了。前面也有一位骑着单车过来。其实上一次我的亲戚已经带我来走过一圈了，走一圈可能有个4-5公里，我不确定但是应该要走个半个多小时吧。非常不错的健身步道。Sorry。回过头来看一看这边应该有一个地图。你看一个非常空旷的像原野一样的公园。这个就是 Deer Lake 这个湖
现在蛮大。现在我在这。Hello， 哥哥，你好。上了年纪的人在这边晒太阳。所以这几天啊，其实在加拿大闲住了几天啊，除了享受一下难得的一些休闲时光之外呢，其实有时候也会思考一下人的价值观。就为什么加拿大这边的人，他们可以面对慢生活，他们可以在很多场合相互谦让，在人和人发生接触的时候呢，总是笑脸相迎，总是打招呼，表现得比较亲切。你不管他这是发自内心还是表面文章，那不管怎么说呢，他们还是表示出一种姿态啊。就在这个地方呢，应该说人有相对的一种自由，尤其是比较底层的人民，因为呢，他们还是有了一些基本的公民的权益的保障啊。所以呢，每个人的心态啊，相对还是比较平和。当然也有一种解释，就是说他们可能想要致富，想要突破自己，改变自己，让自己进到更高一个阶层，可能也很不容易。因此呢，也就退而求其次啊，大家享受一种比较慢的生活节奏。那我想，这个除了这个国家有广袤的土地啊，就人均居住面积应该是世界第一吧，再加上呢有非常好的自然的环境，并且呢也有一种与他们这个社会相称的社会制度吧。就还有当然就是他们一些从欧洲传过来的一些文化，相对比较崇尚自由，比较注重个人的权益，但是呢又是在一个公共的这种意识或者说公平的原则之中啊形成的一套体系。所以呢，不管怎么说啊，还是觉得跟我们东方的一些文化理念还是有相当不同的地方。所以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应该是没有错的。我们从东方的一个古老的国家来到这边，会有一些新鲜感，也会有一些感到感叹的事情。这边呢就可以到湖边啊，可以来观望一下。这边有很多人呢在湖里泛舟啊，就是划这种小艇。我看有单人的啊，可能也有双人的、多人的吧。大家可以在湖中泛舟，应该也是租用的，要花钱的。其实像这样的湖滨啊，在中国到处都是，但是呢，自然风光毕竟地处的地域不同啊，还是有很大的不一样。这边呢，毕竟来讲是北方，所以看到一些植物啊，到了冬季这种色彩跟南方是不太一样的。
所以刚刚说到啊，就是不同的文化造就不同的人的价值观，还有很多历史的包袱啊等等吧。总之不能一概而论啊，也不能完全的横向比较。每个人呢，还是要根据自己实际的生活去做出一些适合自己的思考。如果你有这方面能力呢，你也可以做出一定的选择。但是在这种选择的过程当中呢，应该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甚至有时候会是一个痛苦的过程。因为呢，不管怎么说，你只能二选一啊，两者兼而得之呢，不是很现实。有时候呢，徒增烦恼。走着说着，我已经方向不明了啊，这边再骑一阵吧。但相信呢，这个湖边散步啊，是独处的好时光，可以进行一些思考，反思一下自己的人生，或者呢，什么都不想，就是发呆，也不错。这里有几个漂亮的大宅，骑到这呢就迷失了方向啊。这有 Sparing 这个 Avenue 啊，我刚刚看了一下地图呢，应该可以从这边找到回去的路。这里呢就算是离开了 Deer Lake 了，其实这边还是有一个路可以进到 Deer Lake 的停车场吧。既然到了，到这边再来转一转。这边呢是一个很美的湖畔，我记得以前来过啊。原来这边呢就是租那个船的 boat rentals。哦，这里很美啊。这里应该是最清水的地方了。对面呢，我不知道是不是煤球厂的高楼了。这个就已经到了湖边了。
这个湖水啊，非常的清啊，但是里面好像没有什么鱼。很不错的地方。原来已经转到了这里了。湖里有很多的野鸭，这边也有很多的水莲啊，但都是很小。你看这边躲着好多的野鸭呀，呵呵，一个个都肥墩墩的啊，窝在那里晒太阳。这边是非常适合晒太阳啊，在那边休闲散步。如果有人的话呢，可以一起在湖上泛舟，也可以在湖边走走坐坐啊，说说话。好。这里呢有洗手间，再走过去呢，应该有一个租船的地方。既然来了啊，我们也去观望一下，看看是一个什么样的费用啊。你看啊，这就是那个湖里大家划的这种小船，这个小船也很有特色啊。这里可能就是上船的地方吧。这里写着要注意熊出没。哦，还带着小朋友来钓鱼啊。Hello. Make a fishing rod. Oh, really? Great. 这里呢就是一个平台啊，应该就是个码头，可能就是登船处吧。哦，这也有这样的这种小艇啊。这是一个旺旺湖啊，但我相信这个并不是一个最大的湖吧，应该是一个侧湖，不太清楚啊。但不管怎么说，这个湖不算特别大，但是也不小了，在湖上泛舟应该也是非常惬意的一件事。
这边是有价钱的啊，一个人啊一条小艇25块钱1个小时，两个人呢31块钱啊，那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价钱。当然不同的船可能价钱会略有不同。如果有机会啊，有朋友的话可以一起来划一划湖上泛舟。Hello。好了，那我就从这边再往回骑了吧。你看啊，有这样的一个房车就更有意思了啊！开到哪，停到哪，住到哪，玩到哪。感觉又错过了一条道啊。
这边的房子很大啊，有一种深宅大院的感觉。这条路应该是没有错的啊，但是坡度太大。那位老太太啊，坐着登山杖从迪尔雷克那边走过来，我刚刚看见她走过来的。有人把车停到这儿。我看到很多这边的加拿大人呢，骑单车，不管坡度大还是小，反正都是一口气骑上来。不知道他们体力好呢，还是他们的单车性能好，要不就他们经过很长时间的锻炼啊，已经适应了这样的路况。You live here? No, actually, Okay. I'm looking for one school here, Buckingham Elementary School. Do you have any idea? I have no idea, but this avenue is Buckingham Yeah, Avenue. Buckingham. I think showing that side. So this location, Buckingham Park is here. I have no idea. I If think we so. are here, Yeah, then we go straight. I think so. Huh? Maybe just I think so. very near There it. are two
How is this locality safe, good for kids to stay? Because Actually, I'm going to rent a house here. Okay? And I my think this is a very safe place. is good. No Very druggies, good. No, nothing. coming here. Safe Place. Safe place, but because a lot of park there are some Yeah. animals. Yeah. Animals coming? Yes, but the people is nice. People is nice. Animal not nice. Right. So there is a park. Yeah, because some beer, something like that. But it's Okay, bye. okay. Actually, I'm also a newcomer. Oh, you are new. Yeah, I just riding around. Yeah, which is good. I think this is safe. Yes, I think so. Bye bye. 刚才一位像印度人的女士啊，她要找这个学校，就是应该这个了。所以到加拿大来啊，很多家庭的目标，除了自己需要一个自由自在的空间以外，更多的都是为了孩子的教育。不管是中国人、印度人还是其他的国家的人都一样。这应该是到人家家去的吧。山上的房子啊，错落有致啊，到处都是美景，就是走路呢辛苦一点。这样的坡度，有人能骑上来吗？
今天这一段骑行啊，真的是一个非常辛苦的骑行。第一呢，对这些路啊完全搞不清楚啊。第二的话呢，这个地方山坡实在是太多了。感觉回来的路啊，坡要比刚才来的时候要大得多啊。很多坡都是我骑不上去的，我只能推着车上去。但我刚才看一下地图呢，应该距离回家的路啊是越来越近了，所以呢，再坚持一把。突然发现了又骑过了头啊，但这条路应该也可以去吧。这又是一个小学。
找对路了啊。这些路曲曲弯弯的，没有导航还真找不到。但是呢，也就是稍微绕点路啊，总能绕到对的路上来。好了，今天从第二 Lake Park 一直骑回来啊，中间曲曲折折、上上下下的坡度，迷了好几次路，总算呢已经看到目的地了。这一段艰难有奇特的骑行呢，就到此结束了。谢谢大家跟随和观赏，再见，拜拜。